抱紧我。等等，你干什么？魏九，你们温家处心积虑用3年前那件事逼我娶你，现在又在这里装什么青春3年前？什么3年前？怎么，敢做不敢认？温父两家联姻，你的任务就是做好傅太太，生下继承人。我可以给你时间适应，但是我的耐心有限。温雨秋，傅太太，我去，我不会穿越到我正在加班熬夜写的短剧剧本里了吧？为突出豪门之间的残酷，剧里开头就提及了傅家原定继承人傅献琪和他毫无感情的联姻妻子温雨秋，两人原本一直相敬如宾，直到女主江云树的出现，傅献琪和男主，也就是自己的堂弟傅承泽，是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小心！而温雨秋这个倒霉蛋更加可怜，在车祸中直接丧命，逐渐被人遗忘。为什么别人穿越都是女主，再不济也是女配，就我穿越成了背景板炮灰，还是开局就嘎的那种？不行不行，我得想办法，赶紧逃！花了1个晚上收拾，有了这些，应该够让我在这吃穿不愁了。少夫人，您这是要去哪呀？少夫人，您这是要去哪呀？按规矩，新婚第2日该您扫地，请。扫地？果然豪门难进，新婚第2天就要给我下马威，还好我都准备好了。扫地，狗都不。这里每张卡里都放了区60万，虽然比不上少爷给您每个月的零用，但也是长辈给新媳妇的见面礼，还请您亲自扫起来。60万，还是区。那我每个月零花钱有多少？1个月200万。我上辈子拼死拼活1个月才3000，现在居然一夜暴富了，我不跑了，打死都不跑了。我不扫，我扫。温家费尽心机逼少爷就范，娶的居然是这么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女人。傅家3代单传，这新娘子怕是活不过几日了。不就是穿成炮灰吗？只要趁原女主还没出现，拿下傅献琪，炮灰变主角，我不就守护住我这有颜有闲的豪门生活了？准备一下，去老宅见母亲。啊！快点！宽肩窄腰，五官出色，简直就是人间绝色。要攻略他，不亏。可是怎么让一个冷酷多金、据说毫无感情的商业联姻老公爱上我呢？鉴于你昨天的反应，我觉得我们有必要重申一下我们之间的约定。这是婚内协议。第一，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私生活，
第二，傅氏集团按照约定向温氏注资。你的义务在后面。女方须为傅家诞下继承人，每生育一子，奖励现金1000万。1000万？是，必须是。孕期以及产后有顶级的医疗和护理团队，子女也有专业的团队抚养。连孩子都不用自己带，这是什么神仙日子啊！我知道温家让你嫁进来的目的远不止于此，但记住了，只要你安分守己，就能做好傅太太这个位置。这些条款是我能拿出的最大诚意，不要得寸进尺，不要得寸进尺。正愁不知道怎么攻略，结果方法就送上门了。就我这前凸后翘的魅魔身材，我就不信八拜不倒在我的石榴裙下。 I've been thinking of it all week. Taste of salt and wine, hands all over my mind and body. Since I left you, I've been in a haze. Got me. 你好呢？牵得这么痛快，他到底在他什么分来？没想到第一天就能见到主角一家啊！男主亲爸傅敬为，傅家旁支，先辈当年为避纷争，主动去临城发展，直到傅敬为把产业转回京市，在傅承泽继承傅家之后，他家地位直接起飞。男主亲妈岳于佩，据说用不光彩的手段嫁进傅家，一直不受待见。等傅承泽上位之后，可算是扬眉吐气了。来了，男主，他和女主的爱情故事可谓是标准的富二代爱上破碎的他，经历重重阻碍，终成眷属。想不起是某年某天，你闯进视线，一个人画圈圈，一个人当真。这颜值确实能打行，跟傅献琪不相上下，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极品。一个冷峻如山巅雪，一个风流似人间月，两个完全相反的人，居然会为了同一个女人斗得你死我活。也不知道是由来已久的积怨，还是作为炮灰的我知道的太少。可恶！小门小户出来的，看着就是土气，怎么配得上富家太太的身份呢？静和，怎么对你嫂子讲话呢？我又没说错。这就是二房养女傅金河吧？原本二房有意把她许配给傅献琪，可惜被温家用一纸婚约搅黄了。要是换原主那冷淡的性格，可能就让了。可惜我来了，废了我有闲有钱的生活，这个傅太太的位置我坐定了。献琪，她是谁呀？小门小户的，就是没见识。听好了，我是傅家唯一的小姐，傅金河。哦，原来是妹妹呀。刚才听你说话这语气，我还以为是献琪哪个爱慕者呢，座位这么重。温雨秋，少给我血口喷人！我那是为献琪哥哥鸣不平而已。哎呀，说者无意，听者有意嘛。我一个外人都这么觉得，更何况是更熟的人呢？妹妹虽然是养女，但好歹也是富家千金啊！这要是传出去，不知道的以为你对哥哥有什么不该有的心思呢。
这传出去恐怕也对傅家不利吧？对吧，老公？温雨秋，你少胡说八道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别一口一个温雨秋的，她是我的妻子，叫嫂子。金河年纪小不懂事，小七你别介意啊，还愣着干什么？快欺负人啊！快点，嫂子。哎，金河，大哥大嫂新婚熟啊！我知道你一定是知道那个传闻，关心大哥才这样说的，下次别这样了。大伯母，听说大哥大嫂昨夜好像没有圆房，大哥好像还被赶出来了。糟了糟了，我忘记傅家3代单传了。死嘴，亲个帅哥又不亏，昨天推开他干什么？你们俩昨天是分房睡的？完了完了，傅家这么看重血脉，等会婆婆不会一个生气把我赶出家门吧？要不我先下手为强。妈，献琪，是不是冷落雨秋？啊？不是说我刚结婚就让人家独守空房，像什么话？我看啊，你是把傅家的难得家规全忘了吧？去请家法，让他去祠堂跪着读南经，好好学学祖上是怎么疼媳妇的。妈，不是你想那你还敢狡辩？你向来是个冷冰山，肯定是不知道怎么好好对人家姑娘，才闹的笑话，还不快祠堂跪着！完了完了，这黑锅要是让他背了，那他以后肯定不待见我，以后我还怎么攻略他呀？我的豪门太太的梦不能碎。妈，昨天分房是我提出来的，我就是有点太紧张了，想慢慢来。大嫂还真是体贴，不过大哥确实不懂怜香惜玉，要是换我来的话。对男人啊，不能一味的体贴，这性子太弱，会被他们拿捏住的。小泽这话虽然是糙了点，但理不糙啊。小琪确实是闷了点。这样吧，你们俩呢去度个蜜月，好好培养一下感情。大伯母，这怎么？你大哥大嫂去度蜜月，还得你同意啊？度蜜月的话，岂不是可以天天勾引傅献琪啦？婆婆神助攻，我都听妈的。我不同意。为了婚礼，集团积压了太多事情，况且他还没有假期啊。哎，大哥要抽不出来时间，我可以代劳。大嫂，婉儿这方面我了解很多。这傅承泽主动的有点过头了吧？好奇怪啊！二弟说笑了，我和献琪一起就可以。行了，就这么定吧。公司呢，我替你管几天。至于雨秋的假期，王校长，我是齐婉乔，我儿媳妇要请1个月的婚假。对，现在开始，麻烦了。太霸气了，婆婆威武。这次你总没有借口拒绝了吧？妈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你跟我出来一下。还是第一次看到能让大哥吃瘪的人，有意思。合同签的那么爽快，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呢。安排蜜月，温雨秋，你们温家就这么急着让你滚入地狱？还是说，你想像3年前一样，再故技重施一次？温雨秋，你们温家就只有这么一种手段吗？你什么意思啊？
别给我装傻！3年前给我下药，爬上我床的，难道不是你？3年前下药和我？我去，这破剧本还有隐藏剧情呢！同时跑回的我哪知道这么多？别以为通过蜜月就可以拉近你和我的关系了。窃取富家机密，温雨秋，我警告你，不要试图基于不属于你的东西，不然就只会自取其辱。不是，你是不是生意做多了？你觉得所有人都想算计你啊？难道不是吗？是，我们是商业联姻，但是我只是想和我的丈夫多了解一点，毕竟我们还有几十年要朝夕相处，这样我们往后日子能过得舒心一点，这有错吗？没必要。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人接近你都是别有用心？你一定要用最大的恶去揣测别人吗？至少目前为止，你还没有例外。傅信奇，你活着不累吗？我真是疯了才觉得能跟你好好说话。臭直男，死讨回，怪不得女主不喜欢你。雨秋，过来，妈有话跟你说。小心！不好了！少夫人把老夫人推倒了！妈，没事吧？妈，你怎么样？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看见少夫人站在倒地的老夫人旁边，好像还推了老夫人。不是的，是哥哥有。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妈送去医院。走。怎么样？老夫人脚踝扭伤，受了惊吓，需要静养，没有大碍。要不这样，蜜月取消，我留下来照顾妈。温雨秋，你装什么好心呢？大伯母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能推她？静娥，少说2句。大嫂肯定不是故意的，估计也就是一时失手吧。是啊，嫂子只是扭伤，就别责怪雨秋了。雨秋刚嫁进来，可能还不太适应，大家多包容一下。所以你们都默认是我推的是吗？你也这么觉得？我会调查清楚，你先回去。其他人也先走吧。妈，雨秋呢？今天多亏他推开了我，那只野猫扑过来的时候，是他救了您。那孩子为了护着我，自己还受了伤。你是不是误会雨秋了？我刚才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说是他推我。那孩子为了救我，自己被伤，还被野猫给抓伤了。我原本以为那孩子性子软，没想到关键时候这么有魄力。我喜欢。温家这2年一直对傅家虎视眈眈，突然用老一辈的约定来逼我们联姻，肯定不怀好意。温家或许别有用心，但雨秋这孩子品性不错。妈知道你的心切，总觉得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交换，但既然你们已经结了婚，为何不试着接纳他呢？感情这件事情啊，总是要你先付出真心，才能得到真心。我知道了，妈。为了您，我会试着跟他相处的。
少爷，查过了，那只野猫是二夫人喂的。二婶？是的，二夫人每次回老宅都会喂它。把野猫送去宠物收容所，之后二婶再来老宅，严密关注他们的动向。是。顾不着。我来。不劳副总大驾。想起初次见面，你害羞侧脸，不敢看我双眼，只是把头点点，无止境的聊天。这氛围怎么突然这么暧昧呢？今天为什么推开母亲？你明明可以自己躲开他。这个人哪有那么多卫生巾？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先保护好自己。啊？我是说，别那么鲁莽。你给我滚！让你不保护弟弟！让你不保护弟弟！小时候弟弟摔倒，妈妈只会骂我没保护好他。第一次有人让我先保护自己。傅倩琪，你要小心二房。看来我白天跟你说的话，你根本就没听进去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傅家大房和二房的关系，我自有想法，不是你三言两语就能影响的。不要以为这样就能让温家得利。你听我解释。伤口不要沾水。你这人怎么听不清别人说话呢？他现在这么信任二房，等到时候二房因为女主和他决裂的时候，那我岂不是躲不过车祸的结局了？啊！别说豪门太太的生活，啊，我连命都快保不住了。不行，我必须得让他对二房有所警惕。嫂子，今天是金河无礼了，我想向你当面赔罪。明天中午有空吗？我倒要看看你们二房到底想干什么。大嫂，这杯我必须得敬你。金河那丫头被我们宠坏了，我替她向你赔罪。二弟严重了，金河年纪小，我不会和他一般见识的。大嫂果然有度量，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把这么有度量的大嫂气到新婚夜直接赶出婚房。大哥到底干了多十恶不赦的事情？这么私密的话题，这人怎么张嘴就问？太没边界感了吧！我那天说了，真的是我想慢慢来。副总，您常用的包厢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这边请。说起来，长这么大，大哥脸上从未有过任何表情，但在那天，他因为嫂子，脸上居然有了生气的表情。大嫂好厉害。他这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啊？其实我能理解你，为了自己的家族企业去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大哥还对你那么冷漠，他根本不懂得如何对待像你这样有趣的灵魂。大嫂，我和大哥比怎么样？傅承泽，不想笑就别笑了，真难看。什么？装出玩世不恭的样子，但是其实你心里很在乎你大哥吧，所以处处和他做比较。但是你大哥是你大哥，你是你，你不用和他做比较的，你也不用成为你大哥，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就可以。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这些。
大嫂，大哥如果也会欺负你，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包括温家的事，我也可以帮你。我倒很想知道你们两个要怎么帮温家。我倒很想知道你们两个要怎么帮温家。这个傅承泽果然没安好心，他这是故意演给傅贤吉看的，为的就是破坏傅温两家联姻。完了完了，要出大事，傅总的脸色怕是要当场离婚。贤吉，不是你看的那样，你听我解释。大哥别误会，我知道你对温家有偏见，作为弟弟呢，不过想帮你排忧解难罢了。这个傅承泽明知道傅贤吉最在意的就是温家的事情，还要偏往这上面引。完了完了，这下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看来傅太太这个位置是要保不住的。不过看在我救了伯伯的份上，她应该不会太小气吧？离婚费我得多要一点，好歹对得起我职业厅的演技啊！我梦寐以求的和温太太生活就这么泡汤了。傅承泽，你过分了。好，是我多事了。我妻子的事就是我的事，别人没必要多事。大哥好像挺不舍得嫂子的。舍不得？她是我妻子，我当然舍不得。倒是你，别再做出这种让人误会的事情。哎，大哥，你这是什么话？我不过是帮你考察一下大嫂。现在我正式宣布，大嫂忠贞无二，是真心的爱你，我举双脚双手赞成。不过呢，大嫂以后有什么烦恼，你都可以跟我说。没烦恼，我都是夫家太太了，我能有什么烦恼？要是你不在我面前出现，就更完美了。走吧。哎，就这么走啦？怎么，你还想留下来陪他吃饭啊？不是我们钱还没付呢。让他付。那个刚才傅承泽提到温家的事情，你不是生气吗？我为什么要生气？就是他说温氏资金周转不灵，说我嫁给你是为了……温家确实遇到一些困难。可是我没有这么做啊。我知道。你知道？我最近在观察你的一些行为，至少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越界。只是温家的那些事还不值得我关注。所以你是相信我的？停车。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你还没有越界，但是我要得寸进尺。下车。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有些界限不要轻易试探。你下去。楚贤妻，你个王八蛋，你个冷血怪！哼！你把我扔在荒郊野外，我怎么回去啊？我就知道你还是关心我的嘛。垃圾不要乱扔。走吧。傅贤妻，傅贤妻，我和你不共戴天。傅贤妻这个大混蛋，这么好人荒郊野外了，我要死在逃在我这里住。哎，雨秋啊，回来啦！啊，你怎么来了？哎呀，快坐。雨秋啊，妈这心里啊，实在是过意不去。要不是因为我受伤了，你和贤妻的蜜月啊，也不会取消，害得你们啊，少了培养感情的机会。
培养感情？算了，我跟那块冰山还是相敬如宾的比较好，至少还能保命。妈，你不用担心我，您自己养好身体就行。你呀，就别骗我了。你和贤妻是不是闹别扭了？那孩子啊，性子是冷了点，但心是好的。哎，妈正好啊，给你准备了个惊喜，保证你今晚就能够拿下他。妈，你这是？来，看看这些啊，喜欢哪个随便挑。妈，都好看。哎，那就全部都要了，全部给我包起来。妈，这……哎呀，你是我们富家的儿媳妇啊，这些啊都是应该的。来看看鞋子。我喜欢这双。哎呀，这眼光真不错，但是这一双啊，怎么够搭配呢？这些啊，全都给我包起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毫无人性啊，简直太爽了！来，雨秋啊，平时你喜欢背什么样的包包啊？都可以的，好背就行。哦，这样啊，哎，那正好，把这几个品牌这一季所有的新款、所有的包全部给我包起来。妈，你太好了！哎呀，真快啊！把这些，包括这里所有的衣服啊，全部给我儿媳妇给包起来。有这样的神仙婆婆，不如现琪那狗男可以靠边了。我儿媳妇真好看，真是越看越喜欢。儿子回来了，哎呦！你看雨秋好不好看？现琪，雨秋这样好看吗？好了，我累了，我要去休息了。餐厅我已经订好了，你们两个年轻人啊，自己去享受烛光晚餐吧。走吧，走，去。我给你们订了家挺有名的法餐，虽然献起他更爱吃中餐，但想着氛围，还是西餐合适些。他喜欢吃中餐，何止是喜欢，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名中餐的厨师，还偷偷的跑去跟老师傅学。后来他爸走得早，他看我一个人撑着公司太累，就不声不响的把那些菜谱、刀具都收了起来，一头插进管理和金融的书堆里，再也没有提起过厨师这两个字。为了家族放弃梦想，连吃饭都不能随心所欲的人，最后的结局怎么这么让人唏嘘？我们不吃了。什么？走，我带你去吃别的。老板，来2碗麻辣烫，多放牛肉丸的那种。好嘞。我跟你讲啊，这家店可是我特地攻略过的，他家的汤底可是用牛骨熬的，而且他家的牛肉丸特别好吃 ，Q 弹弹，像乒乓球一样。展现一下我对美食的了解，他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觉得我们志气相同。来了，
哎，副总，你怎么有空今天来了？对了，最新投资款项已经到账了，还有啊，就上次你提的改良的汤底已经好了，你尝尝，看味道对不对？不是吧？这店是他投资的，我还在这班门弄斧。口味不错。他这是说给我听的，他认可了，他没有嫌我多事，还说口味不错。对了，你上次说以后啊，和鲨鱼骨一瞧，这鲜味倒是有了，不过觉得后味好像不够层次。干贝的鲜甜是出来了，但鲨鱼骨的胶质感和矿物质的味道太过霸道，压住了汤骨本身的醇厚。哦，对，我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嘛。要不这样吧，干脆你把它去掉。啊，不必，只需要提升厚度，其他的我有想法，但是不确定。这样，我自己去后厨试一试，你在这里等我。原来他开心的样子是这样的，更傻了。来，这是特地给我做的吗？我的努力可算有了回报，傅献琪都会专门为我做吃的。新配方需要试吃，正好有你在。好吧，这才是傅献琪。要是他突然说甜言蜜语，我反而要怀疑他被附身了。好吃，太好吃了！这汤底又浓厚又鲜，你手艺这么好，都可以去开店了。安静吃。我认真的，傅献琪，你真的是太厉害了。我说的不是作为傅氏集团霸道总裁那种厉害，我说的是你在默默守护着你的热爱，很厉害，很温柔。完了，怎么打不到车呢？难道第一遍就要迟到？上车。你怎么顺路送你去学校？气氛好的那个快走吧，要迟到。这个伴手礼记得分给同事。没想到你还挺细心。张默吩咐的，他说要注意礼节。老天待我不薄啊！现实世界因为要供弟弟上学，所以我不得不放弃了留校，去给别人当枪手，还因此猝死穿书了。现在倒好，直接成了大学老师了。有钱有闲，还是我喜欢的工作，我一定要守护好现在的生活。有些人啊，还真是麻烦精，光请这么长时间的假，把工作都推给别人。有些人啊，还真是麻烦精，
突然请这么长时间的假，把工作都推给别人。秋秋，你可算回来了。这是我给大家带的喜饼，平台喜气。对。这段时间啊，谢谢你们帮我代课了。一点小恩小惠，是稀罕呢。天哪，这不是卡地亚最新的手链吗？既然姜老师不稀罕，那我也就不勉强了。按照规定，我只需要在姜老师下次请假的时候帮你代课就行。手链呢，属于我个人感谢，是情分，不是本分。况且我休的是婚假，也是按照学校规定的。如果姜老师有任何疑义的话，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和领导理论。不过这样一来，你的补课津贴可就没了。有助学津贴还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温老师，下次有代课的时候还找我，我还想要卡迪亚，我也想要。懒得和你们这些俗人解释。幸好取消了蜜月，只请了法定婚假。要是真休1个月，还不知道要被说成什么样。走，秋秋，我带你去吃饭。走。你呀，就是太低调了。温家大小姐和富家太太，你随便亮个身份出来，那个江茉莉还敢这么跟你说话？没必要，大家都是打工人。快说说，新婚生活怎么样啊，富太太？夏夏，注意点，没人识别。食色性也，那可是富县企业金氏千金最想嫁的男人排行榜断层第一，居然被我闺蜜拿下了。她厉害吗？我胡说什么呢？我们只是商业联姻，我们现在还在分房睡呢。什么？你暴殄天物啊！外面多少女人都对她虎视眈眈。哼，你近水楼台先得月，倒是上了，要不然以后有你受的。我也想，可是攻略复现棋比发顶刊论文还难。你爸要见你要复现棋，晚上回家里一趟。陆宪奇那么讨厌温家，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回去吧，免得引起误会。姐姐，你终于回来啦！爸妈，傅宪奇呢？他怎么没来啊？从身体残留的零碎原主记忆来看，温家并不是什么温馨家庭。除了温幽可，温烨和梁丹一都是利己主义者，所以才会在温氏出问题的时候，拿着老一辈的约定，逼两家联姻，也不管这样做会不会让女儿为难。他很忙。没用的东西。先吃饭吧。大哥，这有份合同需要你签一下。大哥，今天要早下班吗？听说嫂子回温家了，大哥不跟她一起回去吗？我很忙。啊，是我多嘴了，那我先走了。雨秋啊，城东有块地要开发，傅氏也在竞标，你回去跟傅县奇说一声，让他放弃这次竞标。我是什么人选馒头吗？
一个两个都想利用我对付傅信琪。爸，温家卖女儿卖上瘾了，一次不够还要次次都卖。放肆！怎么跟爸说话的？哼，说到爸的痛处了。还有你真以为傅太太这位是你施舍给我的？要不是傅家重诺，就凭温家现在这个烂摊子配合傅家联姻吗？爸，您心里最清楚，温家现在资金窟窿到底有多大？卖女儿填窟窿这种事情很好受。哟，这就受不了了。之前你们把我当筹码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我告诉你们，这个家我不会再踏进来一步，你们就守着你们的烂摊子，好好享受吧。温家不止你一个女儿，傅家也不止一个少爷。难道温家打算要优可取代我？傅家不止一个少爷，他们和阿凡联手了。我记得小说里没提这个，难不成是因为我产生蝴蝶效应了？为什么瞒着我去温家？这个不重要，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这很重要。我以为我们之间可以试着坦诚，但你还是选择隐瞒，而且还是温家的事。他以为我是为了帮温家才瞒着他的。所以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在为温家谋利？难道不是吗？你要这么想吗？少夫人，早餐在那边。饱了。这小两口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跟接了仇人似的？唉，这房子都快结冰了。不愧是小叔范，他阴晴不定，动不动就发脾气。这要是原主的话，早就离家出走。该死的傅献琪，我劝你好好珍惜我，不然雨秋，夏夏，你怎么戴个墨镜啊？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雨秋，顾子明他出轨了，我要分手，他威胁我。他威胁你什么？他说，如果要是分手的话，就让我在恋爱期间花他的钱全都还给他。他还要告我，要让我在学校颜面扫地。秋秋，你认识的人多，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好，我帮你想办法。喂，张妈，我想问一下，傅家有没有什么交好的、擅长处理情感关系的律师？情感关系？难怪今天早上气压那么低。少夫人这是要和少爷离婚？没有，少夫人。傅家没有这样的律师。哦，那我再问问其他人。没关系，我还会继续找的。别难受，别难受，走，我先带你消手续。走。喂，少爷，不好了，少夫人要跟您离婚。喂，少爷，不好了，少夫人要跟您离婚。你说清楚。少夫人刚才来电话，问认不认识处理情感关系的律师。少爷，容我多嘴说一句。少夫人来了之后，老夫人开心多了，连您都有人气儿了。她是个好姑娘，有什么误会
说开了就好。知道了。房租是我付，日常开销也是我。他唯一花的钱就是过节回礼，可我每次都回赠更贵的，他居然把这些记录都留着，太狠了。你说，男人是不是都有疑心病啊？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他还想要我怎么样？渣男，疑心鬼！听说你要离婚？对，我就是要和你离婚，我受够了！小姐，这是隔壁包厢的男士送的。你在哪儿？立刻定位温雨秋的手机位置。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男人还不好找吗？就是，刷我的卡，带你找男模。我要找2个。秋秋，你的副总来了，别说了，刷我的卡怕是。男模，男模，花我的钱找男模。对，就是花你的钱。谁让你像个冰山一样，还不信任我？我知道你是，我知道你也是被逼联姻的，可是我也有在做一个好妻子，为什么你都这么对我，不相信我？跟我回家。别碰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秋秋，愿上帝保佑你。我先去。我去找张默来。我要征服你。温雨秋，温雨秋，你清醒点。我很清醒。你是副县期，最难搞的副县期。温雨秋，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当然知道。我要说服你，我要征服你，我要征服你。温雨秋，温雨秋，温雨秋。停下，停下！不要！这是你自找的。领导，我把副县期的事，摸够了吗？温雨秋，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当然知道。我要说服你，我要征服你，我要征服什么？这不是吗？我真的是副县期。我会对你负责的。你想的太美了。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你要离婚？
没有啊，没有说要离婚。那你找离婚律师？啊，是张妈误会了，是因为夏夏碰到渣男了，我要帮她处理情感问题。以后有什么事记得多跟我说，包括温家的事。他这是什么意思？是终于开始信任我了？来，把洗发来。妈，哎，瞧瞧你们俩还真是般配。谢琪啊，终于知道要陪着媳妇儿了。哼哼，面对一座冰山，我都能搭出般配的感觉。今年的奥斯卡影后绝对有我的提名。是啊，真是让人羡慕的一对。雨秋这么懂事，献琪又这么优秀，哪像我这两个孩子呀？一个不谈感情，一个又谈得太花心，真是让人操心啊！又不是所有人都像大嫂一样幸福，能找到大哥这么好的男人。我倒是觉得嫂子这样很好，聪明又漂亮，还懂得体贴人。找老婆呢，就应该找这样的。陈泽，你胡说！哎呀，小泽是男孩子，晚点就晚点了。就是金河呀，之前耽搁太久了。说起来，来家那边，雨秋啊，你去厨房看看饭好了没有？这人也真是的，这人了不起，都听到我要出去了还不让进。老公，麻烦把腿让一让。妈，我真的不想嫁到来家去，我不想嫁给来家那个残疾的少爷，他家里面还有个孩子呢，我嫁过去，我是去给他家当保姆的呀。你以为我想啊？现在公司就是个空壳子，要不是你3年前给付宪下药失败，我不至于这么被动。那也不是我想的呀，我哪知道他意志力那么强，我都那样。哎呀，行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来家呢已经答应注资了，你不嫁也得嫁，就这样。妈，原来3年前给傅献琪下药的是傅金河，怪不得傅金河这么恨我，原来家暴回水2万，希望他以后嫁人早点看清吧。3年前，我的办法没能成功，那我就换一种方式。这一次，我一定要得到傅献琪。傅总，这次的项目多亏了你，来，我再敬你一杯。师培，哎，副总，我这儿呀还有一个项目，听我说。没兴趣。哎，副总，别着急走呀，副总。安排房间，我休息一下。好的，副总。大哥，你还好吗？傅金河要对大哥下手，要不是你3年前给傅献琪下药失败，我不至于这么被动啊。那也不是我想的呀。
不是吧？那我夫太太的位置岂不是又岌岌可危了？喂，塔助理，那个傅建奇在哪啊？他有危险！大哥，出去！大哥，我来帮你。滚！大哥，别这样，你这样会生病的。大哥，别碰我！别让我受第二遍。哥，你这样会生病的。水太凉了，我其他的办法可以帮你。滚！你看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脱了吧。今天谁也不能破坏我的计划。我说过不要碰我。傅建奇，你快松手，要掐死他了！滚！别靠近我！少夫人，少爷这不是简单的生气，这是创伤应激。之前老爷为了让他放弃当厨师，曾把他关起来，逼他不停的杀鱼，直到产生应激，呕吐不止。现在金河小姐这般行为，恐怕也是刺激到了她，你上去也会被伤到的。那也不能不管，这不管出人命了。傅建奇，傅建奇，滚！少夫人，傅建奇，你看着我，你现在安全了，别松手。是的，没有人再可以强迫你做任何事情，你已经安全了，别松手。松手！松手！会不会遇到怒？故事没事了。少夫人，我已经为傅先生打了镇定剂，他已经没事了。谢谢。月光滴进窗外的植物，遇到还自己的让路，学会救赎孤独。你是那童话里的公主，站在光明处，我戴上狐狸假面转身。你可以自己换衣服。请和我起舞，乘着童话还没有结束。我这么气，那你换好就。好看吗？好看。睡吧，我守着你，以后没有人再敢强迫你。老婆保护你。
你已经是温家大小姐，有那么好的出身，为什么还要抢我喜欢的人？我可没有抢哦，我是被硬塞的。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样子。凭什么你被硬塞的联姻对象是我大哥，而我只能嫁给来家那个残碎？就算没有婚约，我也不会娶你。我一直都把你当妹妹看待，如今你做出这种事情还不知悔改，傅家已经容不得你了。报警吧。大哥，你这是要毁了我！就算我只是一个养女，你也不能一点都不在乎吧？我们还有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情分呢，你都忘了吗？别，大哥，我错了，我求你放过我，我不想坐牢，大哥，我真的知道错了。乔助理，把人带下去。等等。大哥，我知道你怀疑父亲有二心很久了，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就放过金河一马吧。是，我知道他做的事情不可饶恕，但他毕竟是我们的妹妹，你念在旧情的份上，再给他一次机会，算我求你。温家不止你一个女儿，傅家也不止一个少爷。我上次回温家的时候，爸爸和我说温家不止我一个女儿，傅家也不止你一个少爷。我那次着急回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可我可以放过他，但他不能再出现在我面前了。我会送他出国，永不回国。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哥哥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走吧。二房和温家到底在密谋什么？具体也不清楚，但是好像和你有关。我？不好了！哎呦，不好了！金河跟燕子家要被抓住了，马上送去国外。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那大房那边会不会对我们起疑心啊？疑心？我早就准备好了大礼送给大房，你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头。我本以为父亲交往温家是为了回到荆州，但你和温家交恶之后，他与温家的合作反而更紧密了，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我猜测父亲应该是另有所图。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我的妻子不需要别人保护。大哥别紧张，我不过表达一下对嫂子的关心罢了。离她远点。这两个人怎么一见面就针锋相对的？我先走了，到时候有什么消息再告诉你。你觉得二房到底他们想干什么？无非就是想要傅家呗，只是不知道他们准备怎么从你身上找突破口。我发誓，我绝对不会背叛你。姐，你快回来一趟！刚有个女孩来家里，说她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没事，我陪你一起。居然有一天
竟然会让我觉得，其实有他在也不错。姐，你终于回来了。爸爸派人查了当年医院的监控记录，好像真的报错了。亲子鉴定的人已经来了，去抽个血吧。帮你按着。听说那个孩子的养父母重男轻女，他从小过得苦。如果确认她是我们的女儿，我们肯定是要把她从凌晨接回来的。温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受苦。果然，利益和血脉才是首要。但是凌晨，那不是按说的去判吗？这个情况是否被查证？这位小姐又是如何从凌晨过来的？监控记录显示，当年2个孩子被保姆粗心报错。至于是怎么找过来的，他是从他养父母的体检报告里发现血型不符，自己去做了亲子鉴定，又顺着出生医院查了监控，才找过来的。如果我真的不是温家的女儿，那这场联姻还会作数吗？我的豪门太太的生活就要这样离我远去了吗？这就是那个女孩，叫江云舒。江云舒，原女主？难道我悲惨的炮灰命运要提前了？温先生、温太太，亲子鉴定结果显示，江云舒小姐与2位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温以修小姐与2位并不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我终于找到我的亲生父母了，妈，我之前在外面过得好苦啊。好孩子，你受苦了。回来就好，温家不会亏待你的。对，原剧情里根本没提到江云舒是温家的亲生女儿啊，这剧情怎么歪成这样了？难道是蝴蝶效应，还是有人暗中操纵？那个，我出去透口气。我陪你一起。哦，不是吧？这都能对上眼？原剧情的不可抗力也太强了吧？难道我真的逃不过炮灰的命运？别装了，我刚刚根本就没有碰到你。对不起，副总，我不是故意的，我刚才就是太激动了，所以没站住。走吧。等等，这不对劲啊！傅建奇怎么对江云舒完全不为所动？难道是因为他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感情线还没正式开始？没错，毕竟男女主都还没见过面呢，对吧？雨秋啊，虽然鉴定结果，但不管怎么样，你在温家生活了20多年，你就是我们的女儿啊！对外我会宣称你们是双胞胎，这儿永远是你的娘家，你可不能因此生分了啊！哼，说的比唱的好听，是舍不得我这个富太太的身份吧？还想见着我和傅家攀关系吧？是啊，雨晴，在妈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女儿，这里永远是你的家，欢迎你随时回来。姐姐，你永远是我姐姐。如果没被报错，这一切明明都该是我的。你也永远都是我的妹妹。先走了。那个，你觉得江云舒怎么样？谁？
就是温家刚让回来那个真千金啊。没什么影响。那你会因为我不是温家的亲女儿，然后和我离婚吗？温雨秋，你这个问题很无聊啊。看来他暂时还没被江云舒的关怀吸引，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豪门太太的位置不期而稳了？我所有做的行为都是我自己决定的，不受任何人和事的影响，包括跟你结婚。至于离婚，我的字典里暂时没有这样的字。既然原剧情傅燕琪喜欢的是江云舒，那么我就走女主的老路，让女主无路可走。我记得江云舒好像最擅长眼泪攻势和示弱。老公，我好怕，我刚才做噩梦了，这太假了，我自己都要吐。贤妻，你能让我进去吗？这也不行，我这眼泪也太假了，他会不会觉得我另有所图啊？但是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为了我的豪门太太终身制，拼了！有事？这身材是真实存在的吗？漫画里的爽看们还是保守的。老公，人家好怕，想让你陪陪。计划通，果然男人都吃这一套。别走。老公，人家刚才做噩梦了，好怕，想让你陪陪。你知道你说这话意味着什么吗？当然知道，但是我们是真夫妻呀。来了吗？要亲了吗？我是该欲拒还迎，还是直接配合？嘴上喊着老公，身体却僵硬的像块石头。温雨秋，你就是行动上的矮子，语言上的巨人。以后不要做这种无聊的事情了。哦，对了，温家要为江云舒举办认亲晚宴，傅家两房都说要在列。晚宴？那不就是原剧情中第一个修罗场？原剧情中，江云舒作为傅氏的优秀员工参加年终晚宴。此时的傅承泽已经对江云舒心生爱慕，也不知道是谁好死不死提议交换舞伴。江云舒就这样出现在了傅宪奇面前，而这一次，傅宪奇也对江云舒产生了好感，开始了三人修罗场情节。不行，我得赶紧想办法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袁叔啊，今天的认亲宴，京市有头有脸的人都会来，尤其是傅家那边，大房二房都会到场，你好好表现。云舒啊，记住，温家不养无用之人，更不养蠢人。放心吧，爸妈，我不会给温家丢脸的。好。苦早虐闻女主，苦早虐闻女主。死丫头，动作快点！你弟弟明天还等着穿呢，要是赶不上，我打死你我！就凭你也配站在副总身边？副总不过是玩玩而已，真当自己是正牌女友啊？不知廉耻之人。就是，就凭他也配？打掉孩子，现在还不是时候。为什么？为什么我爱的人都要这样伤害我？被养父母虐待，被男主忽视，被女配陷害，流产、失忆、绝症，害谁当谁当去吧。既然让我觉醒了，我怎么可能还去走那条被虐的老路？温雨秋，你顶着我的身份在温家享了20几年的福，还嫁给了傅宪奇，你偷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人生，是时候该还给我了。完了完了，两大男主齐聚，女主即将闪亮登场，这羞辱场标被激活了呀！我这小身板还够不够他们折腾的？各位来宾，大家好，请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温家失而复得的明珠温云舒小姐。这就是温家刚认回来的那个女儿，看着一点都不像流落在外的。听说以前过得挺苦的，没想到在那样的环境下还能有这么好的气质，真是不容易。接下来，请让我们温小姐挑选今天开场舞的舞伴，有请。按照原剧情，他们俩现在应该都被我迷倒了吧？这一次，我得好好把握住傅宪奇。宪奇哥哥，全场男士我只认识你一个人，这支舞我能邀请你跟我跳吗？这个美丽的小姐何必去找有妇之夫呢？我难道入不了温小姐的眼吗？抱歉啊。哎，云舒啊，还不快谢谢陈泽的邀请？你们年轻人就该多交流交流吧。不行，我绝对不能和傅承泽跳舞。原剧情里就是因为我和他纠缠不清，后来才会。可是，别搞砸了，傅家二房对我们也很重要。那麻烦傅二少爷了。原剧情的威力就是大，即使开始有些不同，男女主
最终还是按照剧情发展走到一起跳舞了。如果一切都按照剧情走的话，那今天傅献奇一定会对温云舒产生好感。那我这个炮灰岂不是注定要完蛋？温雨秋，你凭什么？我可不会这样认命，等着瞧。温小姐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社交方式，接下来请让我们交换舞伴。就是现在，原剧情里就是这个时候，傅献奇对我一见钟情。该来的还是来了，到时候温云舒就会站到傅献奇的面前，那就是他们一见钟情的开始啊！怎么了？没什么。我总不能直接告诉他，一会儿有个女人要站到你面前，然后你就会爱上她吧？他肯定觉得我疯了。完了，要发生了，历史要重演了。既然阻止不了他们见面，那不如……妹妹，好巧啊！妹妹，好巧啊！你干什么？妹妹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和姐姐跳舞吗？嘿嘿，没想到吧？原剧情傅献奇和温云舒因为一支舞产生好感，现在我直接把你这个女主给截胡了，看你们还怎么一见钟情。温家不是出了名的家教严吗？怎么才认亲第一天就出现姐妹不和的事情？姐妹不和，还在这种场合下闹出来，这温家怕不是要被上流社会嗤笑喽？怎么会呢？我一直想和姐姐多亲近亲近，只是这个舞是男女跳的呀。你就把姐姐当男的就行，姐姐陪你跳。还好大学的时候为了凑学分选修过交际舞，恰好学的是南部。凭什么？傅献奇的目光应该看向我才对，怎么能被他抢走？完了，女主光环发动，英雄救美随时赶到，他们肯定是要去接温云舒的。我这次肯定要摔个四脚朝天，丢人丢爆！啊，剧本拿错了，切入我的是傅献奇。大嫂，你脚没事吧？刚好像摔得不轻。脚崴了。不对，这不对，明明我才是女主，他们应该来关心我，抱起我才对，为什么都去围着那个冒牌货？献奇哥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雨秋姐姐非要拉着我跳舞，是我一时没站住，才害得她摔的。我的脚也好痛。来了，原女主的终极必杀技，眼泪与示弱双重攻势。傅献奇这种直男肯定招架不住，要心软了。收起你那无用的眼泪。雨秋的脚伤是怎么回事？别以为我不知道。傅献奇这嘴也太毒了吧，不过干得漂亮。献奇哥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我才是你最特别最重要的呀。怎么回事？闹成这样成何体统？爸妈，雨秋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呀？她非拉着我跳舞，让我故意在傅家面前丢脸。温总，
我刚刚亲眼看见，是您的女儿踩了我夫人的脚。要是您不会管教的话，我不介意代劳。副总严重了，是小女不懂事儿，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给我回去闭门思过，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出门。还有，再也不准靠近您姐姐姐夫。仙气哥哥，我都是因为你呀，你不能。不对，明明这次傅献奇该对我产生好感的，刚才的摔倒他也应该抱起我才对，我应该顺利嫁给傅献奇，成为人人羡慕的傅太太才对。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而温雨秋那个抢了我人生的冒牌货，却被傅献奇这样护着。温雨秋，是你，一定是你做了什么。抢了我的人生还不够，还要把我的剧情都抢走。你给我等着，我一定把属于我的东西都抢回来。坐着别动，我去拿医药箱。虽然今天傅纯泽对温云舒没有别的反应，在原剧情里面，他对女主可是一见钟情，得试探试探他的口风才行。那个二弟呀，讲真的，你今天见到罗云舒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大嫂，你怎么突然对他感兴趣啊？我啊，最讨厌那种自作聪明、蠢而不自知的女人。原剧情里你可是对他一见钟情，爱得死去活来，甚至不惜和傅献奇反目成仇的。你现在居然说人蠢了？这剧情崩得连亲妈都不认识了吧？二弟，如果有一天你和大哥同时喜欢上了一个女人，你会不会因为这个女人和你大哥反目成仇？小时候呢，大伯对大哥要求极其严格，我爸就总拿我哥来鞭策我，要我去努力去争取。其实我根本就不屑。我知道大哥的梦想是当厨子，那时候我就想，假如大哥有一天真的去当厨子了，我愿意替他扛起所有他不想承担的责任。我的天，这兄弟情原剧情到底是哪个后妈写的？为了制造冲突，硬是好好的把一对兄弟写成反目成仇，太不人道了吧！所以，只要是大哥他想要的，无论什么东西或者人，我都会支持他。如果对方和他真心相爱的话，我只会祝福。好兄弟，加油！不劳费心了。这气氛怎么感觉比刚才在宴会上还羞场？大哥，我只是看看大嫂伤势严不严重，没有别的意思。剧情已经改变了，为什么他们还是有回应？不行，不能这样啊！让你别乱动。人家刚刚不小心扯到了吗？看来大嫂有大哥照顾就够了。时间不早，我就先走了。真是奇怪，原剧情里他对温云舒一见钟情的剧情怎么没发生啊？反而对我好像越来越好了。难道是老天爷给我机会？既然这样，
这样是不是方便点？这样是不是方便点？有效。怎么了？是不方便吗？温雨秋，别再这么做了。糟了，不会又玩脱了吧？我也没做什么呀。你不必刻意像刚才这样。温云舒的出现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你也没必要想尽办法刻意的去维持或者证明什么。只要我们没有离婚，你就永远是傅太太，我们就是一家人。家人，所以你可以安心。从小到大，好像很少有人会这样直白的告诉我，你可以安心，即使是穿越过来后，会有一个觉得所有东西都需要去给你知道，不算给他朵花瓣做翅膀，迎着风飞扬。如果有一天懂了忧伤，想着它就会有好梦一场。无关乎其他，就这样和傅献奇生活下去，好像也挺不错的。秋秋，怎么媒体最近都在报道温家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二小姐？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你还有个妹妹啊？其实我不是温家的大小姐啊，所以温家既不想要放弃与傅家联姻的你，也不想要亲生女儿流落在外，这是既要又要还要啊，太不要脸了。不过傅家那边怎么样啊？傅献奇有没有因为这个？温家那边也就那样，但傅家那边傅献奇说我还是傅太太啊，那就好。虽然温家千金是假的，但是咱们豪门太太实打实的。不过那个温云说人怎么样啊？要是他欺负你的话，你就告诉我，姐妹我必定为你两肋插刀。真不愧是我的好哥哥，走了走了走了。来，大家安静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大家好，我叫温云舒。这位呀是我们的新同事，叫温云舒。那从今天起啊，他就正式加入我们专业了，大家欢迎！哇，这就是温家刚找回来的二小姐，本人比照片更有气质。这一看就是豪门培养出来的，这气质太好了。温老师，你真是年轻有为，又有家世又有才华，来我们学校简直是我的荣幸。众人追捧的环境，人上人的日子，这才是我该有的人生啊！只要是温雨秋拥有的东西，我都要抢回来。谢谢大家，我初来乍到，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指点。那你们好好相处，我还有事先走了，有事直接找我。哎呀，江小姐，你可真好看呀！这包包也好看，以后啊，你一定要多照顾照顾我们。就是他吧，温家真千金，出现在这儿应该不是巧合吧？来者不善，姐妹。温老师，你能来我们这儿真太好了。不像某些人，虽然都姓温吧，但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而且啊，麻雀就是麻雀，就算飞上枝头，也成不了凤凰的。你说是吧，温老师？
姜老师言重了，人与人啊，从出生就注定了不同。即使机缘巧合下，麻雀变了凤凰，最终假的还是假的，这强求不来的。我们应该做的是各安其分，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罢了。温云舒特意跑到这里来，绝对不只是为了炫耀和搞这种幼稚的排挤。现在还搞不清楚他的目的，静观其变比较好。我先去上课了。我先有点事走了。温雨秋，你和傅宪奇离婚吧。温雨秋，你和傅宪奇离婚吧。既然和傅家联姻的是温家，那应该嫁给傅宪奇的人是我。温云舒想嫁的人不应该是傅承泽吗？怎么直接来抢我饭碗了？真假千金那套戏码我可以不演，但傅太太这个位置，谁也别想动。你以为婚姻是儿戏吗？你想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想让谁离婚就让谁离婚，我凭什么听你的呀？无论是千金大小姐的身份，还是傅宪奇，本该就是我的。选择傅宪奇，原本只是想摆脱原书女主的命运，但是那天见到傅宪奇，我就只有一个想法，我想得到傅宪奇。京市顶级豪门继承人，才是我温云舒该嫁的人。好啊，那我给傅宪奇打个电话，看他愿不愿意娶你。不行，不能让他打这个电话，他一定会在傅宪奇面前颠倒是非，到时候还不知道被傅宪奇误会成什么样子呢。雨秋，傅宪奇，你要和我离婚，娶温云舒吗？温雨秋，我以为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没有换妻子的打算，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你听见了吗？你以为的所有，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我要去上课了，让开。温雨秋，你不过是个冒牌货，凭什么这么嚣张？我竟然忘了他们俩了。温雨秋，你说你要是被这么一个吃人的家庭缠上，这傅宪奇还会不会要你？我这苦命的女儿呀，我可算是找到你了，你可太狠的心了吧！自己过了好日子，当了豪门太太，就不要你亲生爹娘和你亲弟弟呀！是啊，女儿啊，我们可是你亲生父母啊，你可不能没有良心不认我们呀！我们和你弟以后可就全靠你了。姐，我的亲姐，你以后是我的靠山了。这难道就是江云舒那重男轻女的养父母吗？也是原主的亲生父母？天哪，那是温老师他亲生父母。看样子是他嫌贫爱富，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认。这平日里看他温柔待人，这背地里怎么两面三刀呢？这，哎，女儿啊，这里人多，吵吵嚷嚷的不好看，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说体己话。妈都快想死你了！对，走，咱们先回家，让你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走。姐，你怎么能这么对爸妈呢？谁是你姐？你们口口声声说是我父母，但你们知道真相已经有一阵，也没有来找过我。现在你们儿子要结婚了吧，就突然跑过来认亲，看样子是想过来要钱啊？哎哦，原来是儿子结婚，他们找了女儿来要钱的，这也太离谱了，摆明了就是来吸血的。臭丫头，你少在这里转移话题啊！虽然我们之前是没有养过你，但是你身上流的那也是老子的血。就是，姐姐帮弟弟那是天经地义。你弟弟马上就要结婚买房了，你先拿60万，要不然我就闹到傅家去，
看是你丢脸还是我们丢脸？来了，又来了，和现实世界里一样的危险。来了，又来了，和现实世界里一样的危险。大学老师能挣几个钱？还梦想？狗屁梦想！你弟好不容易谈了个朋友，婚房、彩礼那也不需要钱，你赶紧把这破工作给我辞了，出去挣钱上班，给你弟买婚房才是要紧。我不去，我要去当老师，这是我的人生。你去，你要是敢去，我就去你学校告诉所有人，你为了钱在外面被人包养，我看你还有没有脸站在讲台上。为什么要说我？哎呀，乖女儿，跟妈走，咱们回去啊，好好商量商量。走，回家说啊。走。我的太太也是你们可以污蔑的。我的太太也是你们可以污蔑的。傅宪奇，是傅氏集团那个傅宪奇，他说温老师是他的太太。等等，副总娶的不是温家大小姐，这男的穿的破破烂烂，这女的也是补丁落补丁，看着就像个后门石破烂，这怎么可能是人家温家豪门的亲戚？你们懂什么？那是因为医院报错了，我们才是他的亲爹亲妈。那温家的大小姐也是假的，我女儿那才是真凤凰。女婿啊，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你也应该多照顾照顾你小舅子呀。是啊，你看你小舅子马上就要结婚了，这到处都得用钱啊。是啊，女婿，你手指缝里漏那么一点，就够我们享福了呀。不多，就先拿100万。不，200万，200万。姐夫，帮忙，我以后肯定记得你好。我太太虽然不是温家的女儿，但也不一定是你们的亲生女儿。你们没有 DNA 报告，仅凭几句空口白话，就想攀亲认女，索要巨额财产，这个叫敲诈勒索，可以判刑的。她就是我们的亲生女儿，我不管，你们今天必须得给钱。你年纪大了，进监狱无所谓，那你儿子呢？他要是背上案底，别说结婚了，可能未来都没有的了。老头子，要不算了吧，我们也确实没有证据。还好有他在。副总，网上爆料傅太太是温家假千金，以及你们拒绝认亲，疑似抛弃贫苦亲生父亲一事，你有什么想要解释的吗？副总，傅氏集团股价因传闻而波动，传言说傅老太太十分不满，二位的婚姻会不会因此而结束？副总，老夫人得到消息，命令您现在带着少夫人回去。您知道的，老夫人向来最看重的是傅氏清誉。完了，现在闹这么大，老夫人一定会舍弃我来补全傅家的。先别想那么多，一切回去再说。既然有人非要讨个公道，那就当面说清楚。你们不是要认亲做鉴定吗？我可以给你们机会，但是后果自负。走，让一让，让一让。三位，请吧。大嫂，你看看，才几个小时，咱家股价就跌破了50%。咱们傅家娶媳妇最看重的是门风清正，德行兼备。可如今这位不仅身份存疑，还惹出这种当街被自己亲生父母指责，闹上了新闻头条的丑闻，这让大家怎么看待我们傅家？股东们怎么才能放心呀？有话不妨直说，不用拐弯抹角。依我看，应当拨乱反正，休了温雨秋，让云舒嫁进来。
让温云舒这个没脑子嫁给傅献奇，以后想掌握傅献奇的动向，对我而言就是轻而易举。既然二叔这么喜欢温云舒小姐，那不如让程泽娶了她，正好亲上加亲了，您说是不是？献奇，你这话说的，二叔也是怕你被一时蒙蔽，做出对家族利益损害的决定。我这可都是为了傅氏好。是啊，献奇哥哥，傅叔叔也只是好意。现在这件事情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都说姐姐对亲生父母不孝，这严重影响了傅氏的声誉和骨架。要不是姐姐没有管理好自己的家事，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没想到你对我灵儿的来龙去脉这么清楚，想必这3个人你应该很熟悉吧？乔助理。你们当众污蔑我妻子，索要巨额财产，诽谤、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数罪并罚，足够让你们在里面待上不少年头了。不过，如果你们是受人指使，被人蒙蔽利用，或许还能算情节轻微，有转圜的余地。是他，是江云舒让我们来的。他说温雨秋是京市豪门第一太太，不差钱，让我们到学校去跟他认亲。哦，往我身上泼脏水，害得傅家股市动荡，你这安的什么心啊？不，我没有，我都是好心。我知道骨肉分离的痛苦，我只是想帮姐姐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我真的是一片好意呀。其他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的。伯母，你要相信我呀。一片好心？我怕江小姐的好心是要落空了。大家看看这些。温雨秋和江家没有亲子关系，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如果温雨秋不是我的孩子，那我的孩子在哪里？你什么时候做的调查？我看了江氏夫妇的资料，他们的照片发现跟你们有一点相像的地方，所以我就多调查了一下。你傻呀，他就是为了不想跟他们回去，这才找人做了一份假报告。咱们先回去，等找机会，咱们再想办法找他要钱。走走。你几个意思啊？我们不认亲了还不行吗？江先生，别装了，你明明知道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你明明知道你的女儿已经死了，这怎么回事？什么都怎么回事？说白了，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别找借口。20年前，于雅玲腹中的胎儿患有心脏病，你却坚信这是个男孩，不愿打胎，结果生出来是个女孩。这时，你就盯上了同样生了女儿的温家。你故意放火，却手忙脚乱换了3个孩子的姓名牌。那个患有心脏病的女孩，在不久之后也去世了。江伯君，怪不得呢。你说咱们女儿出生以后没有心脏病，是因为孕期的时候医生误诊了，你还说找人给她算了命，说不能对她太好。结果呢？结果你把孩子偷偷换了呀！这又怎么样？一个丫头片子，还是个病秧子，就算是治好了，也是个赔钱货。我拿她换个健康的回来，养大以后还能帮家里干活，将来嫁出去还能还给彩礼钱，有什么错？
我给他一口饭吃，没有饿死他，已经是大恩大德了。所以，我从小在你们家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被你们当狗一样去使唤，并不是因为我命不好，而是你们想要一个能活下来干苦力的劳力吗？就是为了省点医药费，多一个免费的劳动力，你就毁了2个孩子的人生，拆散2个家庭。强迫君，到现在为止你还不知悔改。我没错，我悔什么？妖怪就怪他们命不好，老子没错。强迫君，你涉嫌一起20年前的纵火案、偷换婴儿，以及近期对温雨秋进行敲诈勒索，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带走！你们2位也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走吧。虽然证明了雨秋的清白，但是雨秋的身世还是个谜。万一是不三不四的人家，或干脆是个来路不明的私死。是啊，傅叔叔担心的也并不是毫无道理。现在豪门最看重的就是血统和家世清白。姐姐现在父母不详，这被传出去，傅家可是会被人耻笑的，说宪奇哥哥娶了一个野种。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不信傅家老太太还能坐得住。大清早就灭亡多少年了，现在讲血统的就只有宠物了。雨秋嫁进我们傅家这么多年，品性如何，我心里有数。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齐婉乔只有温雨秋一个儿媳啊。大嫂，你糊涂啊！傅伯母，您不能感情用事啊，这关系到傅家的声誉，关系到宪奇哥哥的未来啊。二叔，云舒妹妹，你俩这一唱一和的，不知道以为你们是多明的老搭档呢。二叔，你这么关心我的来时路，查得比警察还勤，该不会你是对傅家财产觊觎过久，生怕我这个外人挡了你的道，所以故意给我扣一个身世不清的帽子，好让你这个正统血脉能够多分一杯羹。还有你，口口声声说什么血统，说什么家世，你真的把自己当做金枝玉叶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温家也是近几年才发家的吧？爷爷辈还是刨地的庄户人，也是靠运气才起了家，都是宗龙的后代，你凭什么说别人身世不清白？温雨秋，你怎么敢这样诋毁温家？你还有没有教养啊？教养是给那些尊重我、疼爱我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我肯定会更敬重他。但对于那些跳出来泼脏水、乱指认的人，不好意思啊，我的教养告诉我要怼回去。毕竟傅家这大名我可不是白吃的。说得好，再有嚼舌根、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我傅家绝不不死。妈说的对，我傅宪奇的妻子也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评判的。鉴于温家小姐的种种行为，我傅氏集团单方面宣布与温氏集团终止现在正在进行的和未来的所有合作。什么？终止所有合作？不能这样！傅伯母、宪奇哥哥，不能这样，这都是误会啊！温家没有。如果因为我的算计导致温家失去傅家这个大靠山，温爷绝对不会放过我。助理，送客。温小姐，请吧。宪奇哥哥，傅伯母，傅伯母，傅伯母。宪奇，这事儿是不是再斟酌一下？都是老一辈的交情。二叔，
您对温家的事儿这么上心啊？别忘了，您姓傅，不姓温。哦，我只是随口一提，我公司还有事，我先走了。好孩子啊，刚刚都吓坏了吧？最近是不是都没有吃好睡好？看看这下巴多尖了。好好把我儿媳妇给养回来。妈，谢谢你今天维护我、信任我。这是孩子，我不维护你，维护谁呀？傅家就是你的家，没有人敢侵。妈，爱死你了！我要是跟傅宪奇离婚的话，我一定把你带走。就你这么嘴，就你会说话是吧？这傻孩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离婚，人是你的，妈自然也是你的。来，叫妈，我肚子饿。今天怎么是你做饭？妈特意给我打电话叮嘱了，说一定要把你养胖，把你瘦掉的下巴肉补回来。那我可有口福了。好吃。我不是故意，是真的好吃。我请你尝尝。是挺好吃的。怎么感觉不是在说菜，而是在说我呢？那个，我不是温家和傅家的孩子，那我的亲生父母是谁啊？当年医院失火混乱，那个孩子也没活多久。那对夫妻伤心之后离开了寝室，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然后就找不到了。没事，即使找不到了也没关系，你还有我，我们以后可以生很多孩子和孙子。谁说我一会儿可以生孩子？不跟我生，傅太太想跟谁生啊？当初那个婚前协议里面写的清清楚楚，说你要为我生一个孩子。怎么，傅太太是想违约？怎么，你要敢对我怎么样，我就去找妈告状。不敢不敢，不想生就不生了，还能怎么样？只能受着了呗。快吃。今天出去应酬少喝点酒，然后回来的时候记得千万不要开车，让人送回来。第一次觉得这样琐碎的念叨也挺知道了，小管家婆。请注意你的称呼，我这是妻子的合法关切。还有，你别忘了，你上次下药差点失身，还是我费心费力的救驾。你要是再有下次，你就自己泡冷水里吧。好，傅太太的合法关切我收到了，不过能让我心甘情愿走进圈套的，从过去到将来只有你一个，所以随便傅太太怎么算计我，我保证束手就擒。哎，你快走！这人最近怎么回事？说一些让人误会的话。糟了，差点放下鸽子了。秋秋，你太好了，带我消费这么多，这才是人生啊！夏夏，那个
我有一个朋友，她和她老公是联姻的。一开始呢，她和她老公是相敬如宾，可是最近她老公老说些奇怪的话，让她误会。奇怪，误会，比如呢？比如什么只有你一个，什么你算计我就束手就擒，就是这种类似的话。这些话让我朋友很困惑。困惑？是心动了吗？才不是什么心动呢，是困惑。困惑懂吗？就是他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还不简单，亲一口不就知道了？亲一口不就知道了？真的不骗你，男人这种生物，身体反应最诚实了。要是他推开你，或者反应冷漠，那就是在耍你玩儿；要是他反客为主，或是耳朵红了，心跳加速，那恭喜你朋友，她老公啊，80%是真香。可是这亲口也太直接了吧？直接点怎么了？感情这种东西就是得直接点，猜来猜去多累啊！再说了，你和傅宪奇是合法夫妻，亲一口怎么了？理直气壮。不是我，不是什么？不是你喜欢傅宪奇？不是傅宪奇在撩你？你想胡说八道了。我先回去了。哎，你别害羞啊，勇敢一点行不行？哥，一个人在这装深沉呢，大嫂又不在，守身如玉，又没人能表扬你。你嫂子叮嘱过，少喝点酒。怕什么？我又不会给嫂子打小报告。你没结婚，你不懂。明明被管的酒都喝不了，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一种欠揍的感觉？你这婚后生活变化也太大了吧！不想让他再担心了。哦，原来是舍不得是吧？可以啊，哥。你以前还说联姻只是为了各取所需，我记得你刚刚结婚那会儿，对嫂子可是冷冰冰的呢。他不一样。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因为他是温雨秋，还是因为有他在，回家变成了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哥，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有人在等着你，有人惦记你，还有人真心对你好。酸言酸语少说。我这明明是真情实感，好吧？哪像你那么毒舌，没事就把嫂子气生气。要我说啊，哄女人还得学我。没事呢，带他们去买点花啊，买点珠宝啊，再买点包包啥的，你说对不对？真的有用吗？这当然有用了。哦，你不会还没送大嫂礼物吧？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不然你嫂子该担心我了。唉。勇敢点，亲他，不行就灌他酒，酒后乱性也是性。这什么馊主意？
睡了吗？请进。开门会上随意挑的小玩意，想看看你喜不喜欢。哇，这也太贵重了吧！你喜欢它才有价值，戴上看看。好看吗？好看。那小子的建议还算有点用。怎么不戴了？不喜欢吗？不是，这太贵重了，我戴手上去学校太招摇了。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面？在朋友里面就属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贴。这样就不招摇了。为什么你在意谁你听说过逛街脚垫的含义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你说拴住今生，对我比别人多系住来世。却又不这是说在对我们告白吗？一些亲一口就知道了呀。爱上恋人未满，甜蜜兴奋，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万一有什么急事呢？傅承泽，你最好真有什么急事。哥，我不想连夜，我要出国。原男主要下线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要不是你自作主张招惹魏以秋，温家也不会被踢出京城，上层何金泉招人耻笑。爸，都怪温雨秋，是他给傅建奇和傅老夫人吹枕边风，如果不是他，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恩怨，你给我记住，从今天开始给我离温雨秋远点。如果再自作主张惹事，就滚回你的江家去！爸，温雨秋、傅献奇，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这几天为什么躲着我？我没有，我哪有？救命！我怎么敢不躲？弄完我是不是被毒射了？居然真的亲上去了，没脸见人了。撒谎！承泽他在门口等着，说临走之前想跟我们吃顿饭。只要不跟傅献奇两人待在一块儿就行。好，快走，别让陈哥等太久。吃完饭，我们谈谈。我想知道那天晚上你的答案。虽然始料未及，但陈泽出国之后，原剧情那些兄弟反目、情感纠葛的隐患，是不是就彻底能斩断了？婆婆把我当亲女儿的，和傅献奇的关系也……工作呢也是自己喜欢的，
日子顺心顺意。这么一看，我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啊！大嫂，大哥以后要是欺负你的话，就跟我打电话，哪怕要是隔了半个地球，我也立马飞回来给你撑腰。老弟啊，你不会有这个机会的。等你下次回来，应该准备红包当叔叔了。倩琪，别胡说。怎么是胡说呢？我们可是合法夫妻，傅太太。谁要跟你生孩子？贞子还在。后面那辆面包车是不是我们从别墅出来之后就一直跟着我们？开车人是江魔君，他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靠，这个阴魂不散的老东西！大哥大嫂坐稳了，等会拆了前面高架，我绕到小路拦住他，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小心！我记得原剧情，车祸就是发生在小路上。不行，不能去小路，你前面右拐，去商场停车场，那里人多。听大嫂的，右转，进商场。好。没事没事。不要！难道我们终究还是逃不过原剧情吗？秋秋，秋秋，本雨秋，醒醒！夏夏。你怎么在这儿？秋秋，你仔细想想，好好想想，你是谁？我是谁？你是我现实中的闺蜜夏雨之。你是我现实中的闺蜜夏雨之。可是你不是死了吗？难道你也穿越了？这是我以你的原型写的故事啊！可是本来想让你无忧无虑当个豪门太太，爽就完了。可谁知，你这哪是给我造梦啊？又是炮灰逆袭，又是真假千金，还有个黑心老父亲，还有心机女主，这坑死我了都！都怪那些无良资方跟我魔改，把我好好的一个甜宠清洗去，硬是加了一大堆狗血虐恋、兄弟反目、车祸绝症这种烂俗的桥段。不过现在还好你进来了，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因为你现在这个世界变活了，傅宪启、傅承泽、魏云舒，他们都因为你不再是单薄的纸片人了，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的人格、思想
情感，拥有自己的情感。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先保护好自己。我所有做的行为都是我自己决定的，不受任何人和事的影响，包括跟你结婚。走走。我的太太也是你们可以污蔑的。没事，即使找不到了也没关系，你还有我们以后可以生很多孩子，有孙子。不要！所以他对我好，是因为他想对我好。对，剧情崩的早就连我都不认识了。现在这个世界是因你而运转的真实世界。那傅千琪呢？我不知道。球球，故事的走向现在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了。现在是你该做选择的时候了，是回到现实世界，还是留在小说世界？我要回去，他还在等我。去吧，球球，你要记住，这已经是你的世界了，你的人生了，所以别怕，尽情的去爱，去生活，去享受属于你的一切吧。傅千琪，你可千万不能有什么。什么？千琪呢？少夫人，你醒了，少爷他还在里面。医生说，不可能，全剧情里死的明明是我，傅千琪只是残疾，难道真的因为我改变了所有剧情，所以连他的命运也一起改变了吗？傅千琪，他不配站，你的眼睛看看我，你的痛真的看不见。你说这一切做的一切我都知道了，你不是说让我爱情的傅太太，你是说让我给这个孩子，你说可能会有一个幸福健康的小家。是吗？你说的我可都记住了。你醒了？你什么时候醒的？从你说生孩子开始。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玩？你刚才都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少夫人，医生说少爷只是轻微脑震荡，静养一下就好。那当我刚才的话没有说过。哎呀，温雨秋，你是渣女啊，刚撩人就跑啊！我要是渣女的话，你就是骗子。也行，骗子就骗子吧，反正骗到你也不亏。那晚的问题我已经知道答案了，现在我还有另一个问题想问。什么问题？你愿不愿意做我真正的太太？不是联姻契约的傅太太，是我傅贤琪，我此生唯一的妻子，不需要你赞起，
不需要你逃，更不需要你付出任何代价，只需要做好温雨秋，好好活着，做你自己，每天都陪在我身边，你愿意吗？愿意。要说好了。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还让悬崖陈哲，好命苦的儿子呀！医生，我儿子怎么样？他的右腿很可能无法保住，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次居然变成了傅承泽腿拳，难道这就是改变剧情的代价吗？都怪你啊！要不是你把小姐的行踪告诉我一声，我儿子怎么会变成瘸子呀？这一致死，什么都别说了。我说为什么江伯君会知道我们的行踪？原来是你告诉他的。你别血口喷人！我再什么混蛋也不会害自己的孩子，这都是意外。二叔，您家分公司的账已经查出了不少问题，我已经把资料提供给相关部门了，趁事情还没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赶紧自首吧。你还太年轻了，有些路没走之前就要把退路铺好。我的财产大半已经在国外，今晚的航班我就飞国外。你以为我就没给自己留后手？傅继伟先生，你涉嫌大额财物侵占，现依法对你执行逮捕，请跟我们走一趟。我会不会弄错了呀？老傅，没事了。不可能，残废的怎么会是傅承泽？难道我的主角光环转移了？那我会怎么样？代替温雨秋的命运死去？不，我才是女主，不要！文一书，你涉嫌教唆协助江伯君实施危险驾驶，而且还有故意伤害，对傅承泽造成重伤，这是拘捕令。现在我依法对你进行拘传，请你回我们调查。爸，你救救我吧！我是你亲生女儿，你怎么舍得让你失散多年的女儿去坐牢呢？爸，亲生女儿要说，温家不缺女儿，缺的是有用的人。警察同志，他做的事情我们毫不知情，温家绝不会包庇罪犯，请依法处理。爸，温云舒，你以为你觉醒，手握剧本就可以拥有一切，对吗？在你利用剧本去伤害无辜人的那一刻开始，你就没有主角光环了。你以为你是命运的操控者，实则你才是命运的提线木偶。是你抢走了我的一切，我的身份，我的光环，你把它们都还给我！走，你放开我，我才是女主！你放开我，不信！没事。陈泽，好点了吗？好多了，大哥道歉。傅静维因为骗了太多钱，要进去很久。温云舒教唆犯罪，也进去了。陈泽，你没有错，要不是你猛打方向盘的话，我和仙琪也不会活下来。还好你和大哥还活着。陈泽，你后面有什么打算？我打算出国。我之前一直遗憾没有出去看看。那边也有很好的康复技术和截肢技术，
说不定还能让我找到像嫂子这样的人。不可能，雨秋是全世界最好的。你要再敢打你嫂子主意，我打得你妈都不认识你。哎呀，别闹了。有请年度最佳文学奖获得者温雨秋老师。教我想教的书，写我想写的文字，成为我想成为的人，真好。温老师，恭喜您得奖，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祝贺您。你的心意老师收下了，花还是自己留着吧。老师，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专门。看花白雨。不必了，大哥。助理，听说接触花瓣的人可以得偿所愿。那你快许愿望。我想，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曾经，我是个没有感情的纸片人，只为活在既定的剧情之中，每天冷漠、防备，从未真正的活着。从未真正的活着。也许生活是你的出现，让我从浑浑噩噩的梦中醒了过来。我认真的傅庆琪，你真的是太厉害了。我说的不是作为傅氏集团霸道总裁那种厉害，我说的是你在默默守护着你的热爱，很厉害，很温柔。说了，带你找男模。最近看着我，你现在安全吗？是我，没有人再可以掌控你的任何事情，你已经安全了。松手，松手。于是，我开始学会敞开心扉。我的太太，也是你们可以污蔑的。我开始学着你教我的，去体验，去感受，去学会如何去爱一个人。雨秋，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成为我的妻子，我的家人，让我学会活着，爱着，被人惦记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爱你。如果爱残存些温度，这场梦会自动退出。醒来后挽留你脚步，别走了，命运不是征途，抓紧我别迷路。这就是我的愿望，和你一起你是我全部，刻骨领悟，对你太在乎。我还贪恋你温柔，等那晚你的回眸。当年，对不起。来，
现在依法对你执行逮捕，请跟我走。好，来吧。要躲吗？来吧，再来个啊！姐妹，什么？3、2、1，开始。有个女孩来家里说她是爸妈的亲生女儿。对不起，对不起。我操！他给我啥让出？对不起，再来一个，来，开始。他骂了。传承好人太太，有钱有颜有闲，杀青大礼，票好卖，报告。记得点赞关注哦。